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看有关于你和你的灵魂伴侣。今天呢，我们的能量重点放在了灵魂伴侣这个能量上面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你的灵魂伴侣，我们也要把你放进来，因为这个灵魂伴侣是跟你之间灵魂上心意相通，跟你之间有灵魂契约的这个人。今天呢，我们去看灵魂伴侣能量我们要来看，首先他是否在你身边，我们要看他究竟是谁。所以今天呢，我们会把你灵魂伴侣他的特点找到，然后呢，我们也会来看，因为我们今天是你和灵魂伴侣，所以我们也要看你们之间的连结，我们要来看你们之间的经历，最后呢是看你和灵魂伴侣的结果。我们在跟灵魂伴侣去遇见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事情，可能会有很特别的连结，很特别的经历。那么最后呢，很多朋友也很关心，就是跟自己的灵魂伴侣最后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结果，是成为了彼此的爱人，成为了彼此的家人，成为了彼此的朋友，还是说跟灵魂伴侣之间会有怎样的不同的一个结果呢？所以我们今天会来一起去询问宇宙，去连接宇宙的这一个能量的对应。好，如果你对今天的这个灵魂伴侣主题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环节。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么我呢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塔罗牌里面。好，我们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和第3组。好，第一副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白水晶爱心。白水晶。好，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一副塔罗牌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这个画风。 OK，好，然后呢，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粉水晶，一颗星，对吧？我们的老朋友然后呢，我们这个牌的画风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呢，第3组呢，这个朋友这个宝石是云母。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牌卡的画风，是这样子的。好的。OK， 那为了方便你呢，跟每一副牌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和对应，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那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有关于我和我的灵魂伴侣。那么首先呢，他是否在我的身边？那么我的灵魂伴侣究竟是哪一位？他是谁？然后呢，也请宇宙给我指引关于我跟灵魂伴侣的连结，我们的共同经历以及最后的结果分别是什么样子的。感恩宇宙。好，深呼吸，
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组牌，或者是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下呢跟自己最有对应、最有连结。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所以说有些朋友啊，如果你在选牌的时候呢，感觉到其中一副组牌和另外一颗宝石的能量都同时的非常的吸引自己，那么有可能你的能量确实是被分到了2副不同的牌组里。那么你点开2副牌的内容来听啊，你都可以找到跟自己对应或者是有关的讯息。好，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一起来看关于你和灵魂伴侣的故事吧。那我们待会儿见。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关于你和你灵魂伴侣的能量吧。那我们待会儿见。好，那就让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关于你和你灵魂伴侣之间的信息。那我们就待会儿见啦。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啊，你们呢选的是白水晶 OK。 好，那我们先把这个塔罗牌放一边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要连接一下关于你跟你的灵魂伴侣嘛。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连接牌啊，连接牌。那在这里呢我连接到了你的灵魂伴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能量在说什么啊。宇宙呢当前对灵魂伴侣的能量给出的指引和连接是 transformation， 这是一个转型的能量。它讲的是你跟某个人的关系即将升温或者是加深，爱能够征服一切，改变一切。所以从这个能量来看，我觉得第1副牌的朋友，首先我们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灵魂伴侣是否在你身边。我看到的是你跟灵魂伴侣的距离非常的近。对大多数第1组牌的朋友来讲，你的灵魂伴侣当下就在你的身边。无论你们的关系当前是怎样的，无论你们现在是很亲密的、闹矛盾的、是断联的，或者是有异地的情况等等等等啊，诸多，我觉得你的灵魂伴侣跟你之间肯定是已经认识了、见面了、知道彼此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能量来看，这个身边的能量是什么感觉，就是他跟你之间应该是认识的，你们2个人之间应该是已经有了一点的连结和关系。那么在这里呢，宇宙说关于你跟灵魂伴侣的连接是转型嘛，转化嘛，说明这个关系无论它的起点是什么样子，但是呢你跟灵魂伴侣的关系会即将的去加深或者是升温。有些人的关系刚开始的时候和后来天壤之别，对吧？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一个矛盾而结识，因为一个冲突而了解，但是最后呢却成了知己，最后呢却成为了灵魂伴侣。而有些人呢可能是因为一个美好的东西可能是因为一个互相帮助或者是善意的举动而相识，但是时间久了可能会发现2个人并不合适，又或者是慢慢的看到了这个人的真面目。所以呢一切的发生，这个走向是我们在讲我们未知，这个走向是不可预测的。所以当前呢第1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的能量当中，在你跟你灵魂伴侣的能量当中，有非常好的一种蜕变感，你们的关系会随着一次一次的蜕变而加深而加强。而在每一次的经历，因为我今天等会儿会给大家看经历所以我觉得是在每一次的经历过后，你们对彼此的认识，你们对彼此的认知都将发生改变，而且这个改变是往好的方向去改变，是吧？所以我觉得第1组牌的朋友关于你跟你灵魂伴侣，当前也许这个人是你有感应的，你觉得是他，也有可能你当前不敢相信，绝对不是那个人。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他是谁，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就在你身边。对大多数的第1组牌的朋友来讲，这个能量已经在指向着一个很具体的对象了。
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抽几张牌看一看了啊。我们来进一步的去连接当下的这一个你的灵魂伴侣啊，我们来看一下他究竟是谁。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好，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啊。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灵魂伴侣究竟是谁啊。首先呢，第一张牌我们抽到的是死神。 OK， 来，我们今天把牌先抽一下，看一下这个你的灵魂伴侣是谁啊。第二张牌是愚人，第三张牌呢是宝剑七。哈，这个人啊，面具感很强啊。OK， 这个面具感很强。这个面具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的本来面目啊，就像一个洋葱，就是要一层一层的剥，一层一层的往里面去看，深入的去了解他，那才是真正的他。否则这个人啊，第一组牌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非常容易被别人误解。从当前的这个死神的呢来看呢，我觉得这个人的性格可能不讨喜，或者是这个人的长相可能给人的感觉是有一点距离感的，因为我看到的是一种严肃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甚至是有一点冰冷的。但是呢，隐藏在其中的，因为我看到了宝剑七嘛，很多隐藏，很多的假象，很多的面具，但是隐藏在其中的真相需要你去探寻，需要你拨开它。愚人牌全新的能量，一种绝对的信任感啊，绝对的信任。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内心是一个小孩，愚人牌嘛，是一个傻傻的孩子，但是他的表面呢，会是一个严肃的、认真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甚至是戴着一个假面具的一个人啊。这个是我当前就是整体能量里我看到的一个信息嘛。今天我们出现了星座能量的指引啊，我们今天有这个死神牌嘛，有天蝎座的能量在这边啊，有天蝎座能量。首先呢，我看到这个人他究竟是谁呢？我看到这个人当前呢，在一个非常临界的状态里休养生息。这个人有可能当前跟你的关系是很冰冷的，或者是两个人现在没有太多的话语。这个人当前呢是一个安息的状态，但是这个人呢，他在等待你的召唤，或者是他等待宇宙的召唤，他在等待一个机缘，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契机啊，你们两个人有可能会再次的连在一起。所以这也有可能它对应的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转型嘛。所以你们的关系从现在来看的话，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就是你跟这个人灵魂伴侣的关系，就是当前来看的话是比较可以用不好来形容，或者是说不是那么的近，不是那么的亲密来形容，不是大家听到灵魂伴侣脑子里会闪现的那种亲密无间默契有加，不是那种感觉。你的灵魂伴侣当前呢，他自己也非常有可能在自己的人生蜕变的过程当中，在努力或者是在升级也许这个人他也知道自己的问题，他也知道自己需要变化，需要去提升，需要去成长，所以他现在也有可能在经历着自己人生的蜕变。那么他蜕变成功，我们可以看到愚人牌对啊，就是那种轻松了，简单了，更加直接了，或者是说能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能量的升级嘛。愚人牌我觉得这个人开始敢去冒险了，之前他可能很谨慎，或者是这个人他非常的小心翼翼，或者是这个人疑心病非常的重，不相信这个，不相信那个但是呢，经过这个所谓的蜕变之后，这个蜕变有可能是你给他的，也有可能是他自己激发的那么这个人会改变，他会以全新的姿态来揭开他自己的人生
OK， 我这边看到这个愚人牌给我的感觉是他真正的自己，就是他这个人应该是一个内心很单纯、很简单，而且属于那种很容易就相信别人的人。那有可能他过去的人生经历让他吃了很多亏，让他被别人背叛过很多次，或者是被他很信任的人啊，可能就是欺骗过或者是背叛过啊，所以这个人就开始防备心非常的重。但是呢，通过灵魂伴侣的连接，我觉得是一次能量的升级，同时也是他面对自我内心的一次真实的探寻。所以在这里我看到这个愚人有这个月亮在这个地方，就是感觉到他的那种真正的潜意识的东西，他真正灵性上的直觉里的一些东西将会被激发和激活。我这边有3个月亮啊，2个是残月，1个是新月，所以我感觉到就是能量是在不断变化当中的，而且所谓的这个完满，所谓的这个亮度，它是根据针对不同的人而发生的。就好比他可能跟有一些人之间发生过冲突，发生过矛盾，那么他的体会可能是此人不可信，人生不可信。但是呢，通过跟你的连接，他可能会发现有些东西真的是误会，甚至可以说也许是好心办了坏事，可能存在这样子的情况。那么他开始真正的理解，或者是让他蜕变，又或者是你们2个人一起的成长，我觉得你的灵魂伴侣啊，会迎来属于他自己的一个全新的我觉得是对待生活的一种认知吧。愚人牌。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宝剑七。宝剑七我刚才讲过啊，所谓的面具，所谓的欺骗，所谓的隐瞒，或者是所谓的秘密我觉得这个人心口不一。第一组牌的朋友啊，你们的灵魂伴侣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而且我看到这个人，其实他如果不想被别人知道关于他的事情的话，他有很多的巧言令色啊，就是很多的语言，很多的说辞可以帮他隐身可以帮他隐身，可以把他真正的意图，可以把他真正的那种他是谁给藏起来，不被别人，不被任何人发现。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反而是一个很喜欢去窥探别人的人，很多的眼睛在他的袖口很多的眼睛在他的袖口，所以他想看别人，但是他自己不想被别人看见。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灵魂伴侣呢，他属于很特别的一个人，他的能量也非常的强。死神牌对于有些事情他是可以去做决定的，而且他可以去舍弃掉。如果这个东西不好的话，这个人会很决绝会很决绝，他很决绝的爱，他也可能会很决绝的去离开或者是放手。OK， 这个是我们今天去连接关于你的这个灵魂伴侣的一些信息。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跟他的连接。那么我们今天抽到的这个连接的能量我看一下，我抽到的是这个。看一下这个是第1副牌的朋友，今天抽到的是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而且今天我有这个 love life 所以我觉得呢，第1组牌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跟你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可能进入到爱恋关系里去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讲灵魂伴侣，有的时候也会是比方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老师会有很多很多种形式，有的时候是笔友，有的时候是网友。但是今天我看到的第1组牌的朋友，你跟你的灵魂伴侣是非常大几率就是走入情感的关系里走入情感的关系里。那么当前呢，你跟灵魂伴侣的连接，宇宙说的是要保持对你的爱情生活的积极和态度。那么就说明第1组牌的朋友，也许你对你的爱情失望，也许你是对他失望，也许你是对自己失望，或者是你对爱情失望。那么当前呢，我觉得这个灵魂伴侣跟你之间的连接其实有些故事还没有真正的展开，有些经历还没有真正的开始。你跟你灵魂伴侣之间可能要有几层浪给我的感觉是有几个此起彼伏的那种经历就是往上往下，往上往下，然后呢最后是修得正果，最后的这个浪就是打在海滩上平静。
然后是稳定。所以我今天看到就是说，第一组牌的朋友，你跟你灵魂伴侣的连接，当前来看的话，我觉得是即将发生变化，即将你们会经历一些事情，来让你们的关系重启也好，加深也好，升温也好啊，就是一定会有一些变化，而不是停留在当下的这个状态。宇宙当前还在讲啊，一个积极的想法，一个对爱情的信仰，或者是对自己更加信任多一点的话，相信这个关系它能够修成正果的话，那么能够让你，或者是能够给你带来幸运的浪漫。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首先要学会相信爱，然后呢再是去行动的去爱，最后呢是收获到名词的爱啊，这是一个3个能量，它是不同的一个状态，对不对？所以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跟你灵魂伴侣的连接很深哦，很深哦。这个很深，它代表着你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关系有点冰，有的时候关系可能会有点冷，有的时候你们的关系甚至是有点远，但是这并不影响你们的连接，这并不影响你们2个人的关系进一步的此起彼伏的一次一次的就是会蜕变，而且越变越好，越变越深刻。爱能够征服一切嘛，那么你跟灵魂伴侣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挑战，你们要一起去经历挑战，一起去克服挑战，最后呢是一起把所有的挑战都变成了你们爱的结晶，最后是你看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你们的爱我觉得挺美好的，对不对？这个经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塔罗牌里面怎么说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们的经历我们来问一下宇宙。圣杯十圣杯十，你们的关系，你们的经历都是为了让你们最后能够去拥有我觉得是完满的幸福感。圣杯十讲的是真正的开心，真正的喜悦平安喜乐。那么圣杯十呢，也跟家庭的这种亲密的爱、无间的爱是有关系的。当前呢，我们看到这个小狐狸就是一家3口的样子一家3口生活的很惬意，然后呢眼睛都眯眯的，给人的感觉是很轻松很惬意，然后呢是非常的享受某一种状态，那么这个状态一定是被爱包围的状态。第3组牌的朋友，一切的经历，你跟他走过的一切的路，最后都是把你们带到这种状态里去，眼睛一闭就能够想起这个人对你的付出，眼睛一闭就能够想起你们曾经的种种你们经历的事情，你们一起共度的难关，你们一起经历的阻碍，这些东西才是你们爱情最好的见证。就是因为这个爱情它不容易，它不平凡，所以爱的也很浪漫。好，我们来看第2张牌。第2张牌呢是金币6。金币6的能量呢，我感应到的信息是说，一个好的根基，一个稳定的或者是稳固的一个根系，能够把这个树带到天际，就是可以长得很高，可以长得很直。所以呢，这里的金币6给人的感觉是生发是生发。金币6更像是一个种子一样的，刻在了这个木头这个大树的这个身上随着这个年龄，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就慢慢的长高了，就慢慢的长大了，最后呢长成了参天的大树。所以第1组牌的朋友，你跟灵魂伴侣之间会经历很多的成长，你会因为他长大，他会因为你变强你们2个人其实是相互的成全。所以有的时候呢，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灵魂伴侣并不是一定会给你带来，比方说什么事情都支持你，什么都让你笑。有的时候一个灵魂伴侣可能是要跟你唱反调的，因为他看到了这个东西不行、不对、不好，或者是他看到你身上的你自己都难以看到的、发现的、不愿意承认的缺点。
正是因为他是你的灵魂伴侣，所以他才有足够的勇气去向你提起。因为在他的心里，这不是贬低，这不是否定，这是真正的爱。因为他希望你能变好，因为他希望你能够是最好的那一个人。而在这个地方，这种所谓的有一点带着这种我们所谓的不好听的话忠言逆耳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才是这个人对你的爱。因为大家可以去发现，在生活里，特别是你长大之后，老是对你说好话的人可能他们就是在拍马屁，他们就是在巴结，他们就是其实并不是真心为你好，是假话来的。而当我们走入成人的世界，你会发现反对的声音、否定的声音，真正以爱的名义或者是以爱的初衷去帮你提点一二的人越来越少了。大家都不真心，都不想告诉你这个心态也是对吧？但是灵魂伴侣就不一样了我觉得他对你是真心真意的很实实在在的就是想要你们就是都变好。我觉得他自己应该也是一个很上进的人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他自己也会有很多的成长，有很多的改变。他应该我们所谓的从这个地方看就是你的灵魂伴侣也不是什么很完美的人，或者是他可能也有一些缺点，但是呢他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他愿意改，他愿意变。这个过程你们的经历可能是不容易的，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让你不舒服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他愿意去为这个关系去改变一二的话就很难得了。毕竟在我们这个能量里面其实我们谁都不愿意去变我们都挺固执的，都挺自我的，是不是所以当有一个人愿意去为你变，为这个关系的未来去变的话，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的诚意了。OK， 这里是一个金币6。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张指引牌，我们这里有什么样子的能量呢？关于你跟灵魂伴侣的连接和经历那么我们最后呢看到的是一个 anomaly， 这张牌讲的是一个异常不规则。这个牌的能量应该很好看清楚，就是有很多的乌鸦，然后呢今天看到是一个白色的乌鸦。怎么会有白色的乌鸦呢？非常的少见，对不对？但是呢它是真实存在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很多东西是常规，我们可能也在常规当中习惯了，但是有些东西它可能不是常规我这边看到第一个能量就是说，你的灵魂伴侣他就是个异类他可能是一个很不常规的人，是一个让你觉得明明这样子大家都是这样想，为什么你就偏不呢？你的灵魂伴侣就偏不，你既讨厌他的这一点，你又爱他的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一个很特别的东西而被吸引，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个太特别而觉得没有办法去控制，没有办法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走，对吧？所以我今天看到这个牌就觉得，第一个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想要一个很特别的灵魂，或者是你觉得你很期待一个很特别的灵魂作为你的灵魂伴侣的话，那恭喜你你的这个灵魂伴侣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人。其实他的能量应该是属于非常的明显，在你的众多朋友，在你认识的众多人里面，他一定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人。要么这个造型喜欢的东西就是这种个性化的东西很强，要么这个人骨子里带有一股不常规、异族像外星人这样子的一些能量，对不对？所以呢，这是我看到第一个这个是 anomaly。 第二个呢，结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包括死神，包括转型，包括保健期，我觉得在你跟灵魂伴侣的这个连接和经历当中，可能会迎来一些很特别的事，千载难逢的事可遇不可求的经历，又或者是说有些经历别人可能都不会遇到，但你跟你的灵魂伴侣就偏偏碰到了。有可能是非常好的事，也有可能是很糟糕的事
OK，有些时候碰到非常好的事，看起来非常好，未必就简单，就容易过。有些看起来很难的事，很有挑战的事，未必就是不好的，有的时候反而能让你们都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啊。这个能量它其实并不存在好坏，只是表达的形式和角度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你的灵魂伴侣，第一组牌的朋友啊，非常规，然后呢，非常的明显啊，非常的明显，就是说这个人太有个性，太有性格，不容忽视啊，不容忽视。那么这个人他也有可能从事的工作，或者是说他学习的东西，他感兴趣的东西，他说话的方式，他的作为、行动、表达浪漫的方式也跟别人不一样，也跟大众极不相同。那么讲到这里，第一组牌的朋友有没有想到这样子的一个人？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人在你的脑海当中闪现呢？刚才我讲到经历啊，刚才讲到经历，其实有一个能量就很想跟大家分享。我这边看到就是说，因为这个宝剑七的能量真的很强，包括这个 transformation 死神啊，我看到就是说，有些朋友啊，你们两个人的经历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遇到一些事情，让你们觉得就是很非比寻常吧。这些事情你们遇到之后呢，可能会激发你们的一些东西，比方说激发出这个人就是你灵魂伴侣的真正的一个人格啊。就有些事情啊，看起来好像很怪，然后呢，可能别人都不会经历啊。做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吧，也许这个人的家庭背景很不一样啊，别人的父母都是 OK， 我们所谓的很正常啊，上班啊，这个养孩子啊，这个父母啊，双亲都在。你的灵魂伴侣这个人的家庭背景就有可能很不一样，比方说他可能是爸爸带大的，妈妈带大的，或者是说他可能是比方说孤儿，又或者是说他的家庭成员里面啊，他们在一个非常有官职啊有地位的家庭里面，他的身份地位很不同。那无论是什么样子，就这个人一定是很特别的。当有这样子的能量之后，宝剑七，你们的经历其实是打破一切表面的东西，打破一切表面的东西啊！你看这个怪，但是你要这个怪的能量呢，第一个就是说，有些东西是表面的怪，可能这个人本身自带一些很特别的气质啊，很特别的，一些我们所谓外在的东西，条件上的东西。但是你走进去，你真正的去跟你的这个灵魂伴侣去连接以后，我觉得你会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东西，闪闪发光。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从表面之下看到的这个人的本质，这个人的人格，这个人的品德，这个人的品性，这个人为人非常的善良，或者是这个人非常有担当，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人，又或者是这个人非常的有爱心，而这些能量跟他的表面的外在的东西可能是截然相反的。那么这种发现，这种真正的理解，是你们这段感情关系里面非常特别的存在。我们当前讲的是你要对你的爱情保有积极乐观的心态，那说明你们两个人可能会经历很多的挑战，可能这段感情关系本身是自带很大挑战的，或者是自带很大的难度。你们可能会一波三折，你们也有可能会经历，比方说一些反对的声音，或者是经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不接受 ，OK 有很多很多可能性，对吧？这边我们是大众占卜，但是无论是怎样，我都可以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跟你的灵魂伴侣之间，无论是一波三折也好，无论是一层一层的经历，从外表之下看到这个人的本质也好，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波折，最后都是把你们带到真正的连结和真正的相遇。因为相遇，它可以是看到对方彼此的那一眼，真正的相遇，也可以是灵魂和灵魂之间的心心相印的那一刻才算开始。所以我们去结识人，无论是这个朋友也好，是这个恋人也好，是什么样子的关系也好，其实都是要看他的这个能量层级，这个连接的这个程度在哪里。
而第一组牌的朋友，你跟你灵魂伴侣这种连结之深，这么深度的连结，它一定不是简简单单看看外在，简简单单的见过几次面就能够达到的，一定是有很多的经历，一定是要遇到很多的事情，你们才会在灵魂的层面真正的认出彼此，认得彼此。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3张牌，我们来看一下你跟灵魂伴侣之间连结、经历和结果。感恩宇宙。第一张牌圣杯5，哇塞 OK， 来继续第二张牌恋人牌，好，最后一个最高女祭司，然后是圣杯6 OK，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这个第1副牌的朋友，关于你跟你的灵魂伴侣这么特别的一个能量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跟你的灵魂伴侣，你们的连结，你们的经历，包括你们的结果。好，首先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第1副牌的朋友，你跟你的灵魂伴侣之间其实是存在一次断联、分手、伤心、难过，感觉这个关系都不可能再继续了，就有这样很强的一种消失的感觉，甚至是死去的感觉。因为我这边有死神牌，我们第1张牌就是圣杯5，所以我觉得在你们的连接和经历当中，这样子的一次伤心难过，或者是不得不放弃、不得不放手的能量好强烈而且呢，在圣杯5这里，我们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因为爱得很深，然后呢，这个放手的能量放在第1张牌里面，肯定是让人觉得非常痛苦的。你们可能会因为一件事，因为一个经历，因为一次什么样子的挑战，又或者是别人的反对我觉得第1副牌的朋友，你跟灵魂伴侣之间一定会经历这样子的一次断开，灵魂伴侣之间的断开，让你们痛不欲生，让你们觉得很难受，撕心裂肺。圣杯5，难过可惜，惋惜。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第2张牌是恋人牌，当你们分开之后，你们的灵魂也好，你们的这个物理的距离也好，分开之后呢，其实你们2个人会在这种拉扯当中慢慢的又回来，又聚拢。所以恋人牌这个地方，包括圣杯6，有很强的再次相遇、再次连接、再次的走到一起的这种机会和机缘。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transformation， 一切事情呢都会慢慢的蜕变，在蜕变的过程当中，关系变得更好，爱能够征服一切。也许在离开之后，你们2个人在自己的彼此世界当中征服着这段关系里面它所存在的挑战，你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去爱这个人，哪怕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那种爱的方式，但是你们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在他的世界，你在你的世界里，其实还在爱着对方，只是这个方式换了。那么机缘一到，你们2个人会再次的选择彼此。恋人牌就是从不同的地方，灵魂伴侣嘛，不同的地方，在大天使的指引之下在这个喜鹊的这个引领之下，2个人会再次的去相聚。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女祭司，它代表着神力，它代表着未知。你们的相遇，你们的重聚，你们的连结，存在很多的机缘巧合，是不可说、不可猜、不可理解的。因为女祭司代表的是神秘的力量，就好像在你们分开的时候，你们可能觉得再也不可能了，你们觉得痛苦，因为失去他而痛苦嘛，对不对？觉得再也不可能了，觉得真的失去了，觉得自己没抓住很多很多的情感和情绪涌现。但是呢，女祭司在遥远的不可知的地方有一股神力，让你们再一次的去连接和相遇。圣杯6，救人回归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灵魂伴侣是救人回归，而且呢，这里有一个 anomaly，
与众不同啊，非常的与众不同。也许这个所谓的重聚本身对于你们两个人来讲就不可思议，可能你们会在异地相遇，你们会在绝对不可期待的地方再次的去相遇，或者是通过一个很巧合的事件再次的去相遇，再次的去连接。而那一次的相遇和连接，你们会立刻马上，我觉得是认出彼此，你们也会立刻马上从对方的一些掩盖当中看到这个人的真相。而这段爱会经历蜕变，会经历转型，会最后把你们带到稳定的，你看圣杯十嘛，会把你们带到稳定的幸福的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结果是很好的结果这个结果很好。这个所谓的以后没有人知道所谓的以后没有人知道，而且以什么样子的方式去看到这个结果也没有人知道。你们需要去相信，你看今天我们的这个能量，你们需要去相信，你们需要的是信任，相信自己，相信这个宇宙，相信你值得拥有。那么未来的结果一定是大家的心想事成。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所看到关于你的灵魂伴侣这个相关的信息，那么希望这个信息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祝所有第一组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颗粉水晶。好，我们今天呢先把塔罗牌放一边首先呢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有关于你跟灵魂伴侣，所以我们首先就是来抽到关于你灵魂伴侣的一个能量我们来找到关于你的灵魂伴侣来自宇宙给你的一句话，它是在说什么呢？这个重要的提点讲的是想象所有不可控的意识在光里面溶解，释放出新的生命，它的机会和可能。我们再感觉一下去想象所有的不可控的意识在光中溶解，释放出新生命的机会和可能。其实今天第二副牌的朋友，从今天我们抽到这个来自宇宙的对你灵魂伴侣你们之间重要提点，我们可以感觉到其实你的灵魂伴侣和你之间当前可能距离是有一点远的。我甚至感觉到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跟你之间隔着一道光之墙。这个光之墙它代表着一个无形的屏障，阻碍了你们。它不是说你身边没有人，或者是你身边有很多人追求，而是那个对的人需要你冲破这个光，需要你冲破自己生命的局限，或者是打开自己的一个新的生命。那么我们所谓的新的生命，它是一个寓意，它讲的是可能当前第二副牌的朋友，你自己所选的这一个路，你自己给你自己所选的生活的状态需要改变。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还不错但是呢我觉得你值得更好的，或者是你可以拥有更好的。那如果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感觉到你生活糟糕或者是不好，那么你的这个改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改变不仅仅能够提升你当下的生活品质，提高你的幸福指数还能够让你遇见真正的灵魂伴侣。因为灵魂伴侣它其实是灵魂的一种心心相印，也是所谓的同频的一种连结。世界吸引力法则，只有当你跟那个灵魂伴侣的频率来到了一个共频和共振的状态，天时地利人和会把你们带到那个地点去相聚。那么好比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的灵魂伴侣他的能量很好，他的状态很佳，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值得你托付，值得你爱，值得你信任。可是当前呢，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而你需要做一些调整，所以你们两个人隔的是光的光之门。你需要把所有的你不想的、你不可控的意识溶解在光里面，就好像这道光之门是进化之门，是提升之门，把你带到
你灵魂伴侣的手边，然后呢，你们两个人手牵手往前走。这个是我们今天就是我抽取能量的时候非常强烈的一种感应首先就把这个能量先分享给大家，然后呢，我们就回答第一个问题：你的灵魂伴侣当前是否在你的身边？我觉得不在第二组牌的朋友，至少大多数的朋友，毕竟我们是大众占卜我们也不能100%的去所有的人都囊括但是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被这种能量吸引的话，大多数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灵魂伴侣跟你当前是有距离的，甚至有一些朋友距离是有一点远的无论这个距离是精神的距离、情感的距离，还是物理的距离，它是有一段距离的。 OK， 好，没关系我们虽然看到这个灵魂伴侣当前不在你的身边因为各种原因，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它。所以呢，我们现在就来通过宇宙的能量，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灵魂伴侣他究竟是谁呢？我们来连接一下这个能量好，我们先洗牌。我们来看一下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他究竟是谁呢？放这里，感觉今天这个牌很大，所以我想隔出更多的空间给大家或者这样放这里。好，来看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究竟是谁感恩宇宙，请宇宙告诉我们关于你灵魂伴侣的特质。好，第一张牌就是这个独角兽第二张牌呢，我看到是这个情感6。好的，我们来找到你灵魂伴侣的能量。 OK， 好，庆贺 celebration 你的灵魂伴侣好，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下14号牌，第二副牌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的信息。今天我们真的需要很多的位置牌好大。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的灵魂伴侣他究竟是谁OK， 首先呢，我看到第一个能量就是你的灵魂伴侣他是一个特别的灵魂他是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一个有个性的人。那么他的能量特点代表着他是一个非常追求精神这个内在有一颗极善良的心。他的善良不仅仅对他爱的人，他对大众整个我们的地球都很有爱心。他是一个有公平有正义感在心中的这样子的一个人。而且呢，我感觉到就是你的灵魂伴侣会对一些事情很关心。什么叫对一些事情很关心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关心于自己的小小世界，关心我们这个小小的自我，但是呢，你的灵魂伴侣是一个很有大局观的人，他会关心这个世界的问题。比方说他会关心现在的这个天气变化，比方说他会关心近期的一些地震频发哪里的人们又受到了苦难，哪里的人们又遭到了天灾。你的灵魂伴侣呢，可能也非常关心比方说有谁受了冤情最近我们的看到了一些就是案例，通过官司，通过诉讼通过好多的年，终于这个父母和孩子重聚，包括我们现在的社会问题等等等等，就是他会对这些东西很关心。他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非常的有爱心。所以呢，我感觉到就是这个人的能量里有一种宇宙之光围绕着他他的频率很高，白色我感觉到就是白色的光芒照耀着他。所以说当前呢，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想去跟你的灵魂伴侣去相遇的话，你需要不断的提升自我。这个提升不是说比方讲我要变得多么的有社会地位，我要赚更多的钱，或者是我要住更好的房子，开更好的车，不是这种提高。当前呢，我看到第二副牌的朋友，这种提高在于说
你是如何去看待自己？你是如何去看待你的眼中的这个世界？你是如何去，比方说感受我们的这个世界和宇宙应该是怎样的一个运行规则？可能有些东西听起来很大，但是呢，你可以有你的观点，对吧？我们可以对小事情有观点，我们也可以对大的事情有观点。我觉得当前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去，比方说做一个大一点的梦，又或者说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需要去提升当前你对生活的一个感受，就是你是爱这个生活的，还是你觉得这个生活索然无味？你对你的这一生这一世的显化，来到我们的地球，来到我们的人间，你是如何的一个想法？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这个才华被展示出来？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在社会当中你觉得是很有价值的？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当前活得很有意义？因为这些问题是非常个人的，非常主观的，只要这个答案是你心中的，你觉得很好，那么就可以了，不用去管别人怎么说，或者是社会会如何的评判。OK， 这个是我看到第一个而且呢，我刚才看到的主牌能量是想象所有的不可控的意识在光里面去溶解，那说明可能还有一些第2副牌的朋友有不可控的意识，有些事情是被推着走，而不是主观的自主的去做决断，那么这样子能量也需要你去调整因为你的灵魂伴侣当前是一个非常有主观性的，而且他能够很好的去控制自己，他活得很清醒，他活得很明白非常优秀的一个人好，第2个能量呢，我们看到是这个情感6这张牌其实有很强的过去式的能量在这边。当前呢，因为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是他是否在你身边，然后呢，我们会看你的灵魂伴侣是谁，也会看你跟他的连结嘛。那么我们讲到这个连结，我看到从当前宇宙的能量当中折射出了关于你们2个人的以前这个能量把我们带到了过去式，这是你们的历史，这是你们的回顾。有一些朋友呢，你跟你的灵魂伴侣其实是认识的，可能是孩童时候的朋友，可能是曾经的伙伴，比方说邻居比方说小学同学，比方说可能你们曾经在某个地方遇见过，有过一面之缘，有过一些交道，但是呢，因为我们所谓的人生的这种改变吧，已经来到了2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已经过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OK， 这是第一个这个所谓的历史。第2个呢，这个历史的能量代表着有一大部分的第2组牌的朋友，你跟你的灵魂伴侣有前世的姻缘，或者是你跟你的灵魂伴侣有前世的缘分。这个缘分呢，让你们2个人其实曾经非常非常的要好。你们2个人可能曾经在过去是一起去完成过什么伟大的事情，也有可能你们曾经在过去是非常幸福美满的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你们2个人曾经有很多共同的回忆，共同的记忆。那么这个能量可能当前是封存在你的潜意识里。可能有一些朋友会在梦里遇见一个很幸福的场景，又有可能会在梦里和潜意识当中可能会穿越时光去到曾经和过去你们可能经历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一些让你觉得很美好的一些场景。所以这些能量呢，可能是一闪现的东西，它其实是关于你跟灵魂伴侣这个能量当中有碰撞。当你想去改变自己，当你想去走进这个进化之光，去提升自己的意识，去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我们所谓的更加更加文明的人，或者是更加有灵性的一个灵魂，但是呢是生活在我们的物质世界的话，那么这种时刻也许你会召唤出你跟你灵魂伴侣的一些前世记忆和一些感应所以说我们看到是情感6。最后呢，第3个信息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的灵魂伴侣是一个非常念旧的人第2组牌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非常的念旧，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出身，对自己的成长，对自己所经历的过往好的不好的都能够认同的一个非常高频的灵魂。他念旧是因为他知道那是他的来路，或者是他的他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哒哒哒哒哒变成了今天的他。
这段路程可能有很多的辛酸，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激动、感动的部分，但是无论是我们所谓在3D 的能量视角里看到的好的和不好的，他都通通的接受。他已经把这些经历，我觉得是转换成了他的人生智慧。所以他在选择自己灵魂伴侣的时候，或者是他去感应他灵魂伴侣的时候，他是非常清楚的，能够我就是很清晰的抓住，就是他心在谁身上，他喜欢谁，他不喜欢谁，他认同什么，他不认同什么。所以呢，在这里我感觉到了，就是这个能量里面其实包含着一种，可能第2副牌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会拉你一把，他把你拉出这个门，光之门也好，或者是你离开，你在这个光里面去溶解一些东西，但是你还要往前嘛，所以你的灵魂伴侣可能是光之门的，就是另外一边的守护天使。当你勇敢的，就是愿意去溶解那些不可控的意识，当你去主动的想去改变自己的时候，那么你的灵魂伴侣他有可能会被你显化和感召出来，他会拉着你去陪你共同创造出属于你的新的生命的机会和可能。那么这个灵魂伴侣就很有可能是一个贵人了很有可能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贵人了。 OK， 好，我们继续来看你的灵魂伴侣是谁啊？这张牌呢，我看到的就是说你的灵魂伴侣有很好的一些值得他开心和庆祝的能量。我这边的感应的非常强烈的一种，就是说他有非常幸福的家。那么这个家呢，很有可能是他的原生家庭带给他的。OK， 比方说他的父母亲可能非常的恩爱，非常的团结，非常的会教小孩。也许他的家庭里面有一个很亲的哥哥，或者是有一个很棒的姐姐，就是给了他很多的爱的诠释，让他几乎是在爱的光环里面去感应和长大的，或者是他当前就同样的去跟这些真正的很高频的爱的能量有亲密的接触。所以他是一个内心非常富足的人，甚至还包括我这边听到有很好的朋友。所谓的灵魂伴侣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能量可能会更加的，我觉得是偏向于1对1，就是非常强烈的灵魂印记的那一种。但是呢，在这张牌里面我感应到了是他身边有非常好的兄弟姐妹，这种类似的人，就是跟他2个人就是很契合，他的生命只为那一个特殊的人而去打开另外一条路。如果没有的话，他其实是当下就我觉得过得已经很好了我们所谓的其实已经够圆满的了已经够圆满的了，只是说我觉得他还可以再升再往上。那么这个再往上的一个契机来自于你来自于你。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关于你的灵魂伴侣，我们这里是一个双赢的一个解决方案。说明什么呢？就是你的灵魂伴侣是一个很会处理问题的人，相当的成熟相当的成熟。就算这个人他是，因为我这边就是处理问题嘛，我这边就感应到了一个对立的能量，就说如果这个人是一个女性的话，打个比方，那么这个女性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们一般可能会觉得感性属于女性嘛，但是如果她是女性的话，她会有非常理性的一面。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他反而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一个很谦逊的男性。因为男性我们可能一般就是很典型的会说可能男性的能量会很刚强，对不对？会很直，会很火辣火热激情，但是呢容易退散等等就是很多很多关于男性的经典的一些能量。但是我反而就觉得这个人有一些能量的，就是互补能量很强。那如果是男性的话，他可能相当的温柔相当的谦逊，相当的让人觉得很就是像有女生的那种特质啦。而如果这个人是女生的话，他可能会有一些男生的特质会在他的这个性格当中展现出来。所以他看事情是全面的，是比较全面的那当你们相遇以后呢，其实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可以在他身上找到也许你当前还寻找不到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你苦苦寻找但是不知道要寻找什么的那个能量，会在他身上得到
启发，会在他身上让你重新思考你的人生选择。所以说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他我觉得是个很平衡的，然后呢他很谦逊，然后呢他会很讲究，是说考虑的人比较多，会顾虑大家的感觉他是一个我觉得是很有那种润滑油的感觉非常的就让人觉得说跟他在一起，无论是朋友还是家人都很舒服，都很有被他包围就是这个人，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灵魂了非常非常的好了。那么我们这边所看到和连接到的星座能量有哪些呢？那我今天有看到就是说狮子座，有看到很强的射手座还包括水瓶星座这3个星座我觉得好强烈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灵魂伴侣其实是一个很特殊很特别，然后呢我觉得是很能够去打开你对生活的新理解，或者是去激活你对你自己生命的新的态度的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贵人他的能量当前我强烈的感觉到可能比你还要高比你还要高。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不要停止成长的脚步不要停止自我成长的脚步，不要去满足于眼前和当下。我觉得人生是活到老学到老，而你们第二副牌的朋友，无论当前在人生的哪一个年龄哪一个阶段，你要相信自己还可以继续的去蜕变，还可以继续的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好，还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接近于你心中的理想方向。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关于你跟灵魂伴侣的连结嘛。今天我们看的是你和灵魂伴侣，所以有很多的能量其实是有关于你们2个人一起那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让你的朋友帮你，让你的朋友帮你。这个牌呢，其实我再一次的就是有觉得说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跟你之间真的有距离你们需要点第三方的帮忙才能够真正的我觉得是在一起他可能是认识之后的一种撮合，也有可能是认识之前的一种牵线搭桥有些人因为可能这边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也有蛮多朋友选到这一组吧，所以能量也是我觉得是很丰厚的感觉。所以呢，有一些朋友是遇见他之后需要朋友帮忙撮合也好，调解也好相互的去说好话也好，或者是朋友都替你们着急，因为真的觉得好搭好配，超级希望你们能够修成正果有这样子的。那还有一些朋友呢，是真的很需要朋友或者是第三方的能量帮你们牵线搭桥，就是如果不牵线搭桥的话，都没有办法建立起3D 世界的连接，因为隔太远，能量相差当前真的有点大。OK， 这个是我感觉到非常就是奇特的一种感觉但是我觉得也是蛮可以理解啦。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看起来好像速度很快一个手机一个电脑一条短信就能够传达到全世界，但是事实上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反而变远了呢？就是因为手机的一个短信能够去到达这个人几乎是同步的，1秒钟都不到，对不对？所以反而少了很多的那种见面，反而少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以前吧，可能大家更愿意聚到一起，因为只有聚到一起才能交换信息，所以是见面很多，所以是人与人之间真正的那种亲密的接触的机会多。而当前呢，是因为有了这些高科技，所以呢可能变懒了吧，或者是不需要了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和方便了，反而有些东西就减少或者是减弱了很多。所以当前呢可能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去解释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其实另一半或者是找到另一半，可能对有些人来讲也变难了也变难了，对不对？也许第二组牌的朋友，对于你们来说
整个一个社交圈子，比方讲社交，也许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啊，也许你朋友并没有那么多，或者是说因为这张牌我还有一个第3个能量，就是想分享给一部分的第2组牌的朋友，就是我连接到的是说，你也需要去扩大你的社交圈，去尝试着交更多的朋友，认识更多的人。也许认识更多的人会遇见你不喜欢的人，但是呢，也有可能遇见你很喜欢的人。所以也许当我们现在社会有一些朋友，特别是性格内向啊，或者是说喜欢宅家里的一些朋友，就是如果你去交更多朋友的话，也许你会有更多的机会去遇见这个贵人啊，那么他也许能真的去帮你一把。因为我刚才看到就是那个你跟他之间就是有一扇光之门嘛，就是感觉到这个门非常的亮，亮到你都看不见门另外一边有谁或者有什么东西，所以一定要勇敢的去闯进去，勇敢的去走过去，让自己我觉得是改变，或者是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自己，才能够真正的走出，或者是踩出一条路，直到你可以跟这个灵魂伴侣去有机会认得这个是关于连结方面OK。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关于你们的经历还有什么样子的信息呢？今天我有抽到一张牌是 Nature， 这个能量呢就是大自然这张牌其实讲的也挺有意思的，跟我们刚才的连结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消息透露出来。就是大家看这个乌鸦嘛，我们的背景里面是很多的乌鸦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城里面，而在我们的近景呢，又有2只乌鸦生活在非常贴近于自然鸟语花香的大草原。那么这个能量的对比是在说什么呢？这个距离来自于物理的距离，来自于生活的选择。有些人呢在同样的时代，在同样的一天的时间里，我们可以这样讲大家想一想，这个地球就在这一刻，也许你选择的是城市生活，而有些人就偏偏选择的是回归田园，哪怕在我们这个时代，哪怕就在这一天，是吧？那么选择城市生活的人们可能会看到所谓的灯红酒绿，可能会经历所谓的这个职场里的一些勾心斗角，可能会感觉到这种快节奏的人们，就是冷漠的人群每天从身边擦肩而过。但是就在这同样的一个时间节点里面，有一些人他就选择的是鸟语花香，选择的是回归田园，他放弃了城市的繁华，他离开了城市的喧嚣，他选择的是在一个小地方离城市很远的地方，没有那么多的灯红酒绿，没有那么多的现代化的东西，但是他愿意让自己在一个不那么发达的更接近自然的地方落脚生活，体味人间真正的冷暖，去活得更加的我觉得是接近地球的呼吸和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能不是去做农民但是他可能早起早睡，有很好的作息，跟天地同频，这个呢可能是和城市人生活节奏完全不一样的。这就好比第2组牌的朋友，你和你灵魂伴侣之间的距离感，也许你们选择的是2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当前过的是完全截然相反的生活节奏，那么这个距离是不是感觉很大呢？那么关于你们的相遇关于你们的连结和经历里面，我觉得这扇光之门里面包含着2个人生活方式的一种融合，并不是说让一些朋友比方说放弃城市生活回到田园，也不是让一些朋友从田园生活走向这个城市的繁华或者是城市的拥挤喧闹不是，而是在你们2个人的经历当中存在2个能量的融合。如果有一边的能量过于的城市化、紧张化、繁忙化，那么就需要另外一边的灵魂伴侣用大自然的节奏和呼吸，让你
平静下来，减少你的焦虑，让你过得更加的轻松和快乐。而另外一边的人，如果他生活的节奏很舒服，就像这个大自然这样子的一种感觉的话，也许他也要学会承担起一些来自于城里人他们的成熟、他们的责任和他们的担当。这就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看到关于你跟你灵魂伴侣之间我觉得是特有的滋味，或者是很特别的一种连结感，也是你们两个人在经历的过程当中会遇到的坎坷，会突破的，比方说一种极限或者是阻碍，以及你们所创造出来的独属于你们的和谐的生活，或者是和谐的世界。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还是挺美满的吧？我觉得是很美满啊。第二组牌朋友，这个能量是非常好的。我在抽到这些牌的时候，我也觉得是还挺不错的啊。好，那我们最后呢，就来看一下关于这个结果关于你跟灵魂伴侣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好 ，OK， 第一张牌，这个是 Nine of Action， 好。Organization， 最后一个翻开了Full of Action， 很多很多的行动关于你们的结果，第二副牌的朋友，就是当你跟你的灵魂伴侣相遇以后，连接起来，经历等等你们两个人其实最后的生活会很忙碌，会过得很精彩，很忙碌。这种忙碌不是这种让人觉得很累的感觉，这种忙碌是在一个很稳定的环境里，在一个很稳定的圈子里面，就是大家都各自在忙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一个节奏。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方说夫妻两个人他结婚之后呢，就是有了自己的这个家，非常的稳定。可能这个老公呢喜欢的是这个手工艺，或者是喜欢做菜，喜欢这个木工。那么这个老婆呢，可能比较喜欢这个插花，比较喜欢这个茶艺。大家每一天可能都有很多自己要做的事情，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要去做，要去忙碌。但是呢，就是因为有彼此成为另外一半的那个依靠，就是因为他们知道忙完之后呢，有一个人可以分享，有一个人可以去说一说，对吧？所以两个人就会觉得很稳定，所以更加的坚定了自己的喜好，是这样子的一种忙碌感。那我今天首先看到呢是这个Action 9嘛，这张牌呢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们两个人会一起创造出，就是你们的结果就是通过你们各自的，比方说技能各自的一个强项各自的一个资源或者是各自的一个本领你们会创造出很好的、很丰盛的物质生活，包括你们的家、你们的房子、你们的车，而且我这边感觉到第二副牌的朋友可能会有小孩子，甚至都不止一个小孩子会在你们的未来的生活、未来的这个结果里面。而且你们两个人会在各自的，我觉得是领域里面，或者是我刚才讲，可能各自都有自己擅长的、喜欢的事情，你们还有可能在各自的领域当中获得很好的成就。所以这个成功不仅是关系的成功，彼此的成全，还包括个人的成功、个人的成就。个人的成就如果想要很高的话，其实离不开背后的那个人，而你们两个人是背对背，就是你把背交给我，我也把背交给你，大家就是这样子砥砺前行，非常非常的有默契，而且非常的能够给对方提供能量的这个加油站。那么第二个，在你们的结果里面，我看到了稳定，这个稳定我觉得是跟家有关的稳定。你们两个人会很近，这个近的感觉是什么呢？相对于我刚才看到的，现在两个人很远，未来你们很近，你们会在一个很固定的圈子里，
很固定的一个物理距离范围内生活在一起。如果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有异地的情况，因为我这边感觉到有一些朋友啊，可能现在跟灵魂伴侣都是异地很远的，那么未来不会异地，你们会选择在一个地方settle down， 就是稳定下来。对，而且呢，在你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在你们的小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家训啊、祖训，这个可能会就是两个人可能经历了很多吧，或者是两个人可能对生活有就是领悟了很多，也是吃了很多苦啊，所以在教育孩子方面，在这个家里面会有一些规矩，这个规矩呢是保证你们两个人都可以不被这个外界所干扰的一些东西。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家规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对家规的理解？有些家里啊，比方说这个吵架不能隔夜啊，无论是孩子父母之间，还是这个妻子跟老公之间啊，就是这个伴侣之间，就算吵得再凶也不可以隔夜。也就是说，今天吵的架今天全部消化，明天就是要回到那个最佳状态，这就是家规。那么还有一些家规呢，可能是做人一定要，比方说有什么准则啊，是不是啊？我记得之前那个川普吧，他有说是不喝酒、不吸烟啊、不禁毒，就是这种很简单的一些规则嘛，会在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就是你跟你灵魂伴侣之间去产生，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活得非常的有规矩。因为我们在讲这个所谓的自由嘛，它其实是在规矩里面产生的，那才是自由。如果完全什么都可以的话，那不叫自由，对吧？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这个规矩感让你们更加的有就是有一种守护的能量会镇在那里。而最后呢，关于你们的结果，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了美好的东西啊，在你们的眼前，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未来，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结果，这是一个你们通过了自己的努力，通过了双方彼此的双向奔赴而迎来的一个新的更加强大的稳定。在这个新的稳定里面，你们可能会非常有节奏的，比方说工作和休息安排好，比方说生活和工作安排好，比方说孩子和这个旅游安排好，很多事情就是井井有条的被你们安排的非常的好。那么在新的我们所谓这个结果里面，也是大家的新的生活里面，你们会迎来很多的丰盛和庆典。这个庆典是热闹的，是喜悦的，是值得纪念的。所以呢，我就看到第二组牌的朋友，其实我在抽这个牌的时候，我就觉得虽然远，但值得大家努力的去向彼此靠近。好了，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关于第二组牌的朋友你和灵魂伴侣之间的信息。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云母。OK，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有关于你和你的灵魂伴侣。那今天呢我们会通过你的灵魂伴侣，然后你之间与你之间的一些能量，我们会去来看有关于灵魂伴侣这个能量所以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指引牌。通过这个指引牌，我们连接到了你的灵魂伴侣。那么来自宇宙对你的话是浪漫。当前呢我们去连接你的灵魂伴侣，宇宙说的是浪漫它讲的是丘比特的箭丘比特之箭射向了你和你的灵魂伴侣。那这个能量呢，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首先呢是浪漫。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我们去看灵魂伴侣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连接到关于我们的，比方说孩子长辈亲人同事老师学生那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灵魂伴侣是要跟你们走入感情生活的人是会成为你们浪漫感情对象的这样子的一个他。来自于丘比特的箭呢，会同时的射向你，也射向你的灵魂伴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能量里，关于你跟你的灵魂伴侣之间，你们的感情是有很强烈的一种外界的推力，就好像
有一个手，无形的手在推着你的后背，同时又有一个无形的手推着你灵魂伴侣的后背，把你们两个人从两边，可能是能量的两边，可能是物理距离的两边，推到一起去，让你们两个人遇见，让你们两个人一见钟情。这个是我从浪漫这里可以看到的一些能量啊。那一般呢，我们通过我们的灵魂伴侣的连接牌，我们一般是能够窥探一二，去回答你的灵魂伴侣当前在不在你的身边。但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从我们今天的连接牌里面，我们找不到这个能量所以我觉得可能第三组牌的朋友，第一个就是说，当前你的灵魂伴侣在不在你的身旁，因人而异，因为我们这边毕竟是一个大众占卜可能有些朋友你的灵魂伴侣在你身边，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朋友的话，你的灵魂伴侣当前呢不在你身边，这个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就是我们要通过等一会儿具体的去连接，就是你的灵魂伴侣究竟是谁，来继续的探寻。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来抽牌，好，放这里我们继续的来抽牌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副牌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是谁？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继续来探寻关于你和灵魂伴侣我们来看一下。感恩宇宙好来，第一张牌我们就看到的是宝剑国王第一张牌我们就看的是宝剑国王。我们继续，第二张牌圣杯一好，好，最后一个我们看到是权杖国王最后呢我们还有一张牌，这里是一个恶魔牌的能量。哇，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们今天连接的是你的灵魂伴侣是谁嘛？首先呢，我觉得看到了这个能量里面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我更加确定了一些，就是说关于大多数选得到第一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说你的灵魂伴侣当前在不在你的身旁嘛？那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当前他不在你的身旁，很有可能你们会通过新恋情的方式来遇到新的人，那么新的人里面会有你的灵魂伴侣出现恭喜大家，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一个信息。那对于有些朋友你觉得你也很确定你的灵魂伴侣当下在你身边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第三组的能量会稍微的 mix， 就是都有一点没有那么的绝对了。OK， 这个比例的话，可能大多数50%以上的朋友还没有遇到你的灵魂伴侣，他不在你身边，但是可能也会有少于50%的朋友你的灵魂伴侣他当下可能他在你的身边。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了，那你的灵魂伴侣他究竟会是谁呢？你的灵魂伴侣他究竟会是谁呢？首先我看到是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灵魂伴侣他的能量非常的强大，他是一个整体能量偏成熟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非常的成熟，非常的稳定。我们当前呢有抽到2张国王的能量，第一张牌呢是风，第二张牌呢是火一个风一个火的国王都出现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风元素的国王，你们的灵魂伴侣是一个我觉得我看到这里我觉得他可能文字功底非常的强，比方说很会学习，很会读书，或者是说他很会写作，很会写文章又或者是这个人非常会写报告总结性的东西，非常有可能呢，如果是在职场的话，那么这个人是很有可能在一个领导的位置上的他的这种很冷静的，甚至是有一点我觉得无形当中可以看到一些他的那种冷静分析以及那种沉着的能量非常的强。但是呢，我们看到了宝剑的国王之后呢，我们就会马上看到一个圣杯一的出现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人他可能外冷内柔，
外面看起来冰冷，或者是有一点拒人于千里之外，就有一点距离感，而且距离感可能稍微有点强。但是呢，你往内看的话，其实这个人的内心非常的像是需要被保护的孩子啊，非常像是要被保护的孩子。而且我觉得在他的内心当中非常渴望爱，他很渴望被别人拥抱，他很渴望被别人捧在手心，他很渴望有这样子的一个人能够去保护他，而不是像平常他的生活里面要去保护别人。我看到你的灵魂伴侣是一个在生活当中经常要去保护别人的人，要去照顾别人的，比方说别人的利益啊，我这边听到就是说像律师一样的去保护他的这种客户的利益啊，或者是他需要像老板一样，需要像领导一样保护他团队的权益啊，需要像大家长一样去保护他的爱的身边的人呐，他有很强的大家长的能量啊，很强的大家长的感觉，他必须沉着稳重，所以才能够保护那些需要他的人。但是呢，在他自己的私人情感世界里面，他反过来是一个非常希望能够被别人疼惜的人。也许有的时候别人会把他的能力当作理所当然的被他保护，但事实上你的灵魂伴侣的内心像孩子一样，他非常希望能够被别人珍惜，被别人看到他的付出，他的奉献，他的坚韧啊，一切都是以爱的能量为出发点的，是这样子的感觉。用一句话去看的话，就是你的灵魂伴侣可能他的心理年龄会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就是他实际年龄也许没有那么大，但他心理年龄真的是很成熟的啊，真的是很成熟的。所以呢，在这里的话，想要跟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内心成熟的人去交往的话，第三组牌的朋友，我想你们可能也是可能内心很成熟啊，或者是你们有非常童真的那种像小孩子一样的那种性格特点是你的灵魂伴侣非常需要或者是非常喜欢的，好不好？这边我看到这两张牌然后呢，我们继续看你的灵魂伴侣究竟是谁呢？你的灵魂伴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能量，我看到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他的气场非常强。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呢，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一个那种霸道总裁，非常的气场强 ，CEO 霸道总裁，让人觉得就是不能够欺负他，不能够惹到他，不能冒犯他因为这个人的气场强大，就是别人都要为他腾出那个电梯让他先上，这种感觉非常强大的气场。那如果这个人是女性的话呢，这个人可能会给人的感觉很像女王。OK， 他一来就是所有的目光都要集中在他的身上。那么他一来，可能他的这个跟他一起的人就会觉得，哇，我们的女王来了，女王陛下驾到，我们可以躲在女王陛下的这种身后，受到女王陛下的保护不用再担心被别人欺负。所以我觉得你们的灵魂伴侣其实是一个很愿意去充当就是保护别人的人。那么当他看到他的朋友他只要认为这是他的朋友，当他看到他的朋友受欺负以后，你们的灵魂伴侣会化身为战士，驱逐那些欺压的人，驱逐伤害他朋友的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有的时候就是他的两面性在于，对于属于他阵营的朋友们打个引号会很喜欢他，但是呢，如果不属于他的阵营的人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他的脾气暴躁，或者是觉得他性格太强，甚至有人还会说他会有一定的攻击性。那么这些也是在他的个性和能量当中有所呈现的。他不是一个躲在后面的人，他是一个在前台上演，他是一个主角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不是幕后的小角色绝对不是。那么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个能量，就是这个恶魔的化身这个恶魔的化身呢，其实会给我的感觉有点好笑，就是看起来好像恶魔他是控制了某一个人，但事实上呢，我觉得恶魔有的时候可能也担当了某个阶段的保护。因为我看到在这个恶魔的能量当中，仿佛这个女生她是不是已经
比方说生病了，或者是这个女生是不是需要恶魔给她的一个东西呢？又或者是说这个恶魔可以拯救这个女孩，让这个女孩苏醒吗？所以我从这张牌里面感觉到，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这个恶魔也非常像一个胡萝卜，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它就非常像胡萝卜。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灵魂伴侣是有摩羯星座在里面的有摩羯星座，有射手狮子、白羊有这种水瓶天平和双子，这种能量它都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就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比较的四面八方，比较的混杂。有一部分的朋友是当前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他可能充当的是一个让你又爱又恨的人，他可能充当的是一个让你觉得有的时候很想把他给踢出去，有的时候又觉得不能少了他，因为心里的这种感觉感应是很强烈的。就像我们有的时候遇到真正自己爱的人，可能心里就是那种滋味大家理解吗？就那种滋味，又爱又恨的滋味，又喜又悲的滋味。或者是有的时候对于自己非常喜欢的这个人，就是很希望他能够有的时候变得另外一面，但是呢却就是因为那个对立的一面让你深深的被他吸引，这个也是一个恶魔能量的诠释。那么有些朋友当前这个人可能就在你身边，但是对于另外一些朋友来讲的话，他真的是一个新人能量，它是一个全新恋情的展开，它是一个让你觉得人生不会有这个恋情再浪漫的呈现方式的形式就是你的灵魂伴侣跟你之间是一定有强烈浪漫感觉，充满了红色玫瑰的热烈的爱恋，好不好？我们这边看到这里关于你的灵魂伴侣他究竟是谁。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你与他的连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个牌第二个能量。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Free yourself， 让自己自由。很明显这个牌是针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宇宙给出的提点。那么对于这张牌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厉害的能量。第一个，这只独角兽代表着你在原地打转。第二个，限制你的东西就像这个圆的围栏，把你控制在一个范围和局限里面。你想去欣赏这美丽的森林和花朵的话，但是呢你其实只能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可能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世界应该是更广阔的，应该是更辽远的，但是当前呢，其实你们拥有的快乐，拥有的美好其实是非常有限的。这个是宇宙的一个能量信息，关于你跟你的灵魂伴侣你们的连结。那么很明显，你的灵魂伴侣他既有可能充当的是放你自由的人。第二点，对于另外的一部分朋友来讲，因为我还看到了恶魔，你的灵魂伴侣他就是你生命当中的限制。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平常在讲限制的时候，一般都会觉得限制是不好的，但是从这张牌里面 Free yourself 里面可以看到，这个限制其实你仍旧能够在限制里面享受这个花丛。限制里面的风景和限制外的风景并没有差别，是一样的。所以呢，这边我就感觉到，就是对于一部分的朋友来讲，也许你的灵魂伴侣就是把你带出这个圈圈，把你带出你生活里的限制。但是对于另外一部分朋友来讲的话，你的灵魂伴侣就是你生活里的限制，但是你甘之如饴，你希望在这个限制里面。我们的地球并不是一个毫无限制的地方，事实上在我们的地球处处都是限制，但是处处都有限制层面里面的超越，那是我们去控制这个能量，对吧？我之前讲过，能量不可能被摧毁，能量不可能被创造，能量只有可能被重新塑形，而重新塑形的人才是真正的魔法师。就像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当下的生活，你们情感的生活，你们怎么样去打开它？如果这个人你很爱，如果这个人同样也非常爱你，但是你们之间就是有一个限制，比方说对方的工作是一个国际赛车手，他需要去全球跑，而你的工作可能是某一个地方的比方说艺术家，或者是你是某一个地方的老师，你爱你的学生，你爱你的同事，你爱你的这份工作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是在固定的地方，一个是四处八方游走的人，两个人相爱了，怎么样去拥有你们的爱情呢？
大家记住啊，你们两个人还同时背后有丘比特的箭，所以这段爱是不可能不追寻的，不可能放弃的，是一定两个人要往中间靠拢的。那么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可能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子的固定住，而他的限制就是这个他爱的这个人，对吧？那么这样子的限制也许对于不是所有的人都适用，就像异地恋的话，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去谈的，但是一定会有一些人他觉得或者是他可以将爱真正的战胜一切，他可以将爱的能量变得无极限，去超越这个3D 世界，这个物质世界里所谓的限制。这个呢，我觉得也是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跟你灵魂伴侣之间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很特别的连接方式，给大家做参考啊。好，我们现在来抽2张牌，看一下关于你跟你灵魂伴侣的连接。我们来慢慢的去看你跟灵魂伴侣的经历啊，会有什么样子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好，第1张牌，这张牌呢是一个土元素的骑士，跟我刚才看到能量就很像了。那第3组牌的朋友，你跟你们的灵魂伴侣是慢慢的，我觉得是享受整个蜕变的过程而且我这边读到了春夏秋冬的能量，我们4季里就是有年这个数字出现了，也就是说你们跟灵魂伴侣之间，其实这个时间的话，它不会是比方说闪婚级别的相见了，然后呢相恋了，然后最后2-3个月结婚了，不是，你跟你的灵魂伴侣会有春夏秋冬的时间里面的，至少是1年以上时间里面的一起去经历，一起去探寻，一起去想办法，一起去真正的接受彼此。无论是对方拯救你，还你自由，让你自由，还是说你甘之如饴的愿意在这个圈圈里生活，在你的心里，这个限制对于你来讲并不是真正的限制，而是你认为在限制之内和限制之外都是同样的天地。你的心里早就打破了束缚，冲破了这个所谓的限制这个是我看到的，所以是一定会有1年的时间，至少会在你跟你灵魂伴侣的这个经历的过程里面去展开。好，这个是第一个。好，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呢，我们这里是个愚人牌愚人牌。在你们的经历当中这个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2个人可能会有一次冒险，这是一个浪漫的既浪漫又冒险的一次爱的旅程。我觉得在这个冒险当中，你和对方都非常的开心。这个冒险对于第3组牌的朋友，对于你来讲，第一个是冲出你给自己的限制，或者是你生命当中本有的一个限制。这种冲破限制，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有难度的，因为你将离开你的舒适圈，哪怕这个舒适圈打个引号的有些能量你不喜欢，但是你熟悉以后，可能你就不想变了。我们人是害怕未知的，但是因为这个灵魂伴侣的出现，第3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是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走出了这个限制，用爱取代了恐惧。所以这个灵魂伴侣对于某一部分第3组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是让你生活带来了颜色给你带来了颜色，给你带来了红颜色这个红色代表的是热情，代表的是浪漫，代表的是勇气。那么对于第2部分朋友来讲呢，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愚人0号牌，我觉得是大家的这种信任，对于你灵魂伴侣的终极信任。因为有一部分的朋友我看到了这个圈圈，就是你选择不再去和任何的人展开爱的邂逅或者是爱的考虑，而是把你的一颗心全部的100%的交给了你的灵魂伴侣，哪怕有的时候他不在你身边，哪怕有的时候他可能不能够随时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但是你相信总有一天这个人会回来也许你会等他，等待的能量不是所有的等待都是苦的，因为对于值得的人，等待是浪漫的过程这个就是我们就是有些诗人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文章，其实真的是有些等待是浪漫的，最浪漫的过程，但是也有一些人越等越苦。所以呢，就是这个人值不值得
是不是大家心中所认定的？所以我们在愚人这里看到就是那种打个引号的愚忠也好，还是那种信任也好，因为愚人牌它最强的能量就是那种我不知道，但是我信任，我愿意跳下去，哪怕我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我愿意去打开这个新世界的大门，哪怕我不知道这个新世界的大门里面有什么在等待着我。这个就是愚人牌最终极的能量，最终极的能量的展现。它也在预示着，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就是在你和灵魂伴侣的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这样子的勇气，有这样子的信任，展现在了你们的爱的故事里，对吧？那么最后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圣杯八。那么这张牌呢，让我看到的是这个女孩子的裙摆里面有很多的鸟，但是呢，有一只鸟它不在笼子里面，它在这个女孩子的手心，就是这个手它抬着这个鸟，大家看。这张牌的圣杯八更像是宝剑八的感觉，让我看到的是，其实一切的自由都在一念之间，自由和不自由也在一念之间。也许这所有的鸟都是他想象出来的，真正的鸟在他的手里。他是给这个鸟自由让它飞出去，还是让这个鸟回到它的裙摆里？有很多的这种，我觉得是相互相悖的一些理论呢，在这个位置。圣杯八，我觉得这个女生当前是在思考的很明显她的眼神是在思考。红色的裙子呢，代表着她的热情，而她的裙摆里的鸟这些鸟有可能是真的，也有可能是她想象出来的。当前的这个圣杯八呢，给我的感觉关于第三组牌的朋友，你跟灵魂伴侣之间你们的经历也许你们两个人会非常非常的深入的去探讨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限制和自由。限制和自由相对的一些能量信息，有些限制可能它不是限制，更像是一种我愿意我喜欢。有些自由可能不是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盲目，或者是不知道方向，不知道回家的路在哪里。所以呢，对于第三组牌的朋友来讲，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是自己的一个选择，选择爱不爱，选择接不接受它，选择能不能接受这种生活的方式，或者是爱人的方式，被爱的方式，这是我们人生当中必须要承担的东西。无论你听到的信息是什么，无论你听到的指引是什么，等到3D 世界物质世界当中具体的行动和决策的时候，没有人能够为你去买单。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成长以后去付出的，也是去承担的一些东西。因果，无论这个因是从哪里来，最后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所以这个果，这个结果也是我们自己的承担。所以呢，我觉得当前就是这个第三副牌的朋友，这张圣杯八让我看到，就是无论是什么样子的选择，那都是你的选择，那都是你主动的心甘情愿的选择，对不对？那么这个选择之后故事如何展开，你们的浪漫如何去怒放，这也是你们的果里面，就是这个结果里面会带给你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感受。好吧，这个就是圣杯八我看到的信息。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你们的连接里面宇宙的最后一张指引牌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是 catching 这张牌呢，很多时候是用在那个电脑计算机的这个专业术语里面吧。我们翻译的话就是缓存这个缓存。大家看这个乌鸦，其实它捡到的是那个狗粮就是那个我们这边就是狗粮，就是那种就是干的那一颗一颗的。那乌鸦可能发现了这个狗粮撒了，然后他就把那个狗粮叼起来，然后藏起来趁没有鸟的时候，趁没有人注意的时候藏起来，因为他当下不想吃，可能吃饱了，可能现在不适合吃东西，或者是现在不想吃这个东西，想吃别的东西，无论是什么原因，就是他现在不吃，但是他看到这个狗粮，他也不想给别人，所以他把狗粮捡起来，然后藏起来，不让别人发现。也许以后他会回来吃，或者是以后再有什么别的用途，就是这样子一个缓存的能量 catching。 OK， 那我们今天所看到关于你和灵魂伴侣之间的连接，这张牌里面是什么呢？我觉得首先就是有想法，有什么样子的一些
我觉得是隐藏起来的东西，目前不能够被打开的东西，目前不能够去行动的东西，要把它藏起来，或者是要等待时机比方说你跟你的灵魂伴侣之间，也许有一个人是事业上升期，就像我刚才讲，也许这个人是国际赛车手他要到处跑，也许这个人是一个比方说艺术家要到处跑是这个画廊的这个一个策展人需要到处跑，全世界的飞。那么在事业上升期里面，有一个人他可能非常想去把这个事情做成做好，做出名堂来，而另外一个人呢，可能就是在一个地方，在圈圈里面保持一个很固定的状态。这样子的两个人相爱，那么注定有一个人需要等待，对吧？有一个人要等待，那问题的关键就来了，这个等待是否值得？只有值得的人才值得我们等待这个就是我觉得缓存里面的一个信息，很重要的一个指引能量。那么也许第3组牌的朋友，你跟你灵魂伴侣之间的连接里面有等待的能量，而这份等待对于灵魂伴侣之间的这个爱情的话，它应该是浪漫的爱情，就是浪漫代表着等待，等待也代表着浪漫。在你们的等待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浪漫的东西会出来，也许是情书，也许是诗，也许是浪漫的一些重聚的经历等等等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缓存里面还有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不想放手某人或某事，因为害怕好死别人。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感觉那么这个能量可能针对的是有一部分的朋友，你当前有这样子的一件事，让你并不开心，甚至让你很痛苦，但是你不想放手，你不想放手的代价是你也会错失与灵魂伴侣的相爱和连接。那么如果是这样子情况的话，可能你就需要去做一些调整了，对吧？那么第二个，也许是因为某一个人，这个人他不是你的灵魂伴侣，你看我们的恶魔牌在这个地方，也许不是你的灵魂伴侣，也许是一个限制你的人，不能够给你自由的人。那么因为你害怕真的离开之后这个人可能你又不舍得了，你又会后悔你的决定了，而没有办法跟灵魂伴侣去连接的话，这也是第二个信息，就是关于你们灵魂伴侣之间的我们的这个缓存里面的能量。针对于不同的朋友，你们的情况它可能是不同的展现方式。就像我刚才讲，能量本身不能被创造，不能够被毁灭，但是呢，每个人的打开方式是不一样的。那么最后还有一个能量我听到是什么呢？就是关于有一部分，可能很少部分的朋友，你跟你灵魂伴侣之间的这个联系和经历里面，包括着有一个人要对另外一个人持续的付出，持续的去付出，持续的去经营，好比投资一样。那说明有一个人在你们灵魂伴侣之间的关系当中，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在就是初期阶段不能够去回应另外一个人的爱。也许这个回应它是以心的方式，就是心理回应了，精神上回应了，情感上回应了，但是实际上回应不了因为很多原因回应不了。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他不放弃，他不放手，他坚持等下去，他坚持付出下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终有一天我觉得在这个能量里面一定是可以等到我们这个缓存最后是干嘛？就是把这个吃掉，对不对？就好比有一个人终于把那个人拿下来了，终于把那个人搞定了，终于跟自己的灵魂伴侣在一起了。可能有一部分朋友是这样子的方式。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们的结果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第3组牌的朋友，你跟你灵魂伴侣这个结果是什么感恩宇宙。宝剑9，好，第1张牌。好，圣杯9，哇，好多9。这9的能量是什么？大家知道吗？9的能量才是真正的那个最大的那个数字能量，对吧？好，最后一个圣杯4，9号元素
9号元素，它其实代表的是最后、最大、最满。我们在看数字能量的时候，从1到9， 9就是最后。所以呢，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在这个数字能量当中包括着什么呢？就是这是一个很完整的爱的旅程，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浪漫能量当中会遇见的很多的事情，很多的经历这个能量当中，你跟你灵魂伴侣之间的这个爱情的故事当中，会有很多的事情发生。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刚才我在这个缓存里面也感觉到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爱，这段感情里面可能还包括和包含着其他的一些信息，也许包含着另外的一些人，另外的一些事，它会夹杂在你们的爱情里面这个缓存能量，对吧？好，那么第二个宝剑9，宝剑9这个能量是什么呢？在你们的结果当中，最后你和你的灵魂伴侣都将，我觉得是有终极的一种战胜恐惧、战胜焦虑的一种测试和测验，而最后你们将看到的是，这个所谓黑色的恐惧和焦虑，其实只是一个布娃娃，就像这个兔子一样，看起来很大，就像我们内心的恐惧和焦虑看起来很恐怖好大，其实就是一个布娃娃。因为我们不懂，因为我们看不见，因为我们不敢正面和直视它，所以它变得更强了。但是这个能量的本身就是让我们去勇敢的面对这个黑暗，用我们的勇气今天我看到很多勇气，用我们的勇气去面对这个黑暗，去面对这个所谓的恐惧，哪怕这个恐惧是害怕别人得到了我们放弃的东西，哪怕这个恐惧是害怕可能等待，万一这个人不值得怎么办？可能有很多的心理活动会藏在第3组牌的朋友，你跟灵魂伴侣之间。那么整个灵魂伴侣跟我们相遇的用意，更高级的能量频率的展现，并不是平淡的让我们快乐和享乐，而是让我们真正的领悟和开悟，对吧？让我们领悟，让我们有所领悟，让我们能够在精神世界里，让我们的灵魂伴侣就是让我们的灵魂有所成长，让我们的灵魂有新的感受，有新的体验，变成了一个更光亮的人，让我们的灵魂更加的闪闪发光，我们能够去更加勇敢的去面对一些事情，看待一些事情，这就是我们的成长，也是灵魂伴侣来到我们身边更高级的意义。那么第二个呢是圣杯9，典型的就是你跟你的灵魂伴侣的这个结果里面一定会有很多的快乐、甜蜜、心愿成真我们这个泡澡很享受的一种能量信息。灵魂伴侣嘛，就算有再多的经历，就算有再多的这种挑战，也是一起去做，一起去完成。而完成之后，完成这个挑战，结束了这个经历克服了阻碍，那一定是甜甜的果子在等待着你们去享受。所以是蜂蜜、蛋糕、生姜饼干就是很多甜蜜的东西，对吧？最后呢是这个圣杯4，这张牌呢更像是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你看有一个这个罩子嘛，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像家一样的地方，让你们停下了这个脚步。因为我感觉到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缓存的能量当中，就是可能有外界的干扰有外界的干扰，有第三方能量的一些影响，但是有了这个罩子，就是让你们可以很不受干扰，不受别人的影响，稳定的在自己选择的这个贝壳里面去做自己的美人鱼做自己的美人鱼，所以是安全的，是安乐的，是平静的。有些快乐最后是归于平静始于激情吧，或者是开始于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最后是归于平静。而你和你的灵魂伴侣之间的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最后呢也会让你们平静下来，让你们的情绪稳定下来，一切都可以在这个安全的这个保护层里面去回味
去休息，去感受。那么这边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为大家去连接关于你和灵魂伴侣的所有信息。那么希望这个信息呢能够帮助到大家，祝福所有第3组牌的朋友迎接这个丘比特的箭。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